那种冷色的天空形成了非常有意思的对比，中心的人物放在某一个方框内，那就是让我们的眼睛马上就注意到它。也是通过剪影以及飞跃起来的排球，形成很强烈的一种张力。相同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读出不同的含义。那越是单一的层次作品，往往就是相机拍到的，它永远是二维的。所以呢，我们必须树叶和这个绅士的头发的发型形成了非常有意思的对比。倪永凯老师现任新加坡加拿大国际学校中学部中英双语项目学术副校长，负责 IB、MYP 与 DP 课程中中文语言与文学的教学与课程发展及教学管理。倪老师深度参与并主导 DP 中文语言与文学课程的教学工作，承担课程规划、中文戏剧作品指导，以及学生赴中国交流活动的策划等职责。倪老师人文底蕴深厚，兼具多元艺术修养，尤以摄影与书法见长。他的书法笔锋遒劲灵动，行云流水，尽显深厚功力与国学艺术品味。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拥有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具有深厚的中英文教学与管理背景。倪老师长期从事 IB 中文语言课程、文学课程的教学与评估，他不仅熟悉中西方课程体系的融合，还擅长概念驱动教学与差异化教学设计。多年来，倪老师积极参与国际中文教师培训与教育论坛，曾多次受邀主讲 IB 中文教学法、评估设计及课程融合等专题讲座，对国际中文教学的发展与本地化有深入洞察。你好，我是倪永凯老师，很高兴见到大家。大家好，我是倪永凯老师，很高兴见到大家。你好，我最喜欢的汉字是和字，因为它体现了与人与世界共处之道，那就是包容，那就是尊重。我最喜欢的食物是面条，虽然我是中国南方人，但是因为在北方生活了很多年，所以对面条情有独钟，而且面条的做法有太多样了，所以它的味道，它的烹饪之道五花八门。面条的味道与烹饪之道五花八门，煮面、拉面、炒面、拌面、汤面，做法多样，味道丰富。在中华文化里，面条象征着长寿、团圆和幸福。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台湾，我去过，那里给我留下了无论在风景、在美食还是在人文，都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台湾位于东亚，
四面环海，高山与海岸相应，城市与人情交织，多元文化在这里汇聚。夜市的烟火气与特色美食，让台湾展现出温暖而充满活力的生活风景。我会打网球 I can play tennis. 我会打乒乓球 I can play ping pong. 我太厉害了 I am awesome. 同学们，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如何通过光和影，也就是照片、摄影来讲故事。摄影里面呢，有一些元素，那么我们怎么通过这样的元素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呢？它有时候和我们写作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大家来看，第一个元素就是色彩。我们在摄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眼前的景物，你所摄取的这个色彩，它有着怎样的意义。比如说我们有冷色调、暖色调，这是最基础的。另外呢，在不同的文化之中，不同的色彩有着不同的文化含义。比如这张照片是我在春节的时候拍到的金沙，那这样的亮灯的仪式呢，一个是红色，一个是金色，它都是在中国文化里最吉利的两种颜色，代表着活力与富贵。再来看，这是我在台湾101楼底下拍到的1011大楼，它的周边呢刚好是深秋季节，是银杏树金黄的暖色调，它和101的灯光形成了非常有意思的对比。再来看这张照片，这是我的家乡，在深秋的时候一棵柿子树，那么柿子的果实金黄饱满，它和当时深秋的那种冷色的天空形成了非常有意思的对比。这张照片是在新加坡环球影城拍到了一辆警车和背后饭店里面的光影，这种光影代表着都市生活的繁华。摄影的第二个元素呢，就是影子和光的对比。大家看这张照片，这是新加坡每年在春节的时候有一个活动叫春到河畔迎新年。同样，我们看到红色的烟花背后的这个工作人员的剪影，它在体量上和颜色上都形成了非常有意思的对比，就让整个的照片呢有了很强的故事感。再来看，这是新加坡的地铁站、巴士站，同样通过这些人物的剪影，还有背景的脚手架，似乎形成了一种都市的交响乐的乐谱。下面的沙滩排球的也是通过剪影以及飞跃起来的排球，形成很强烈的一种张力。再来看这一张呢，是我在北京后海公园拍的。当时呢，有一个商业摄影师带着模特在那里进行商业摄影，我呢只是路过。但是呢，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个模特他在台阶上投下来的身影，看起来像一张纸折的人偶。这和当时我看到的情景非常的契合，因为人像摄影、商业摄影中的模特，它在某种意义上真的像人偶一样，跟随着摄影师、跟随着导演的指挥棒进行调整。再来看这张，这张呢是我儿子当时第一次要养金鱼，所以呢，我透过金鱼缸背面拍到了他那双好奇的双眼，然后他的前景
是红色的鲸鱼和蓝色的鱼缸。刚好一盏暖暖的灯光打到他的脸上，他非常突出了儿童对于动物那满满的好奇感。如果没有那盏暖暖的灯光，我觉得这个画面会差很多。好了，下面一个元素也是摄影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就是层次。就像我们的文学作品一样，相同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读出不同的含义。那越是单一的层次作品，往往就是越肤浅。那同样在摄影作品中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在摄影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是3维的，但是我们通过相机拍到的它永远是2维的。所以呢，我们必须在画面的构图上要保证前景、中景、后景的清晰以及无阻拦。大家看第一张照片，这就是3张椅子在雪后的雪地里，然后有一只脚印，这就是很典型的一张前中后。当然这3个元素是重复的，它有一种规律。再看第2张，这个是台湾的经济农场。在风景摄影中，同样我们的眼睛必须要注意到前景的阳、中景的山和后景的白云，以及最后面的蓝色的天空。有了这样的层次感，照片才有故事感。同样，这张照片是澳大利亚，它有前景的花，美丽的花，还有灌木丛，中景的人，一对母子，他们之间的感情，他们之间的爱，以及后景中的大海。这样的故事有了层次感，这样的照片才有故事感。让我们想起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摄影还有一个元素，那就是线条，就是我们通过怎样的引导，让我们的读者，让我们的观众注意到你想让他们注意到的东西。这在写作里面我们也往往有伏笔，有铺垫，是一样的道理。大家看这张照片，这是在隧道里面的，上面是2排的灯光，引导着我们读者观众的视线集中到前面那辆车上。再来看这张照片，这是在名滩岛的海边，同样它是游客休息的小隔间，这样一个方框的这种线条就让整个画面有了非常的区域的划分。那这样我们把中心的人物放在某一个方框内，那就是让我们的眼睛马上就注意到它。还有摄影的最后的一个镜，就是所谓的决定性瞬间，这就是艺术创作的偶然性。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我们不能拒绝，我们不能否认，有时候偶然性会给我们带来的惊喜。比如说第一张照片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地铁站出口，那画面上的5个人和画面外的5个人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对比。他们在大小，他们在着装，他们在仪态上，这种对比就形成了故事。再往下面看，这张照片是在台湾的鹅銮鼻公园，2个男朋友都在给女朋友拍照，但是呢，就在他们趴下的那一瞬间，整个画面就显得非常的生动有趣。再看这张，这是在新加坡的某一个购物中心的外面，那被风吹得倾斜的树叶和这个绅士的头发的发型形成了非常有意思的对比，就让整个画面变得非常的生动有趣。总的来说，摄影、光和影、线条、色彩、构图，这些摄影的创作
有时候很像我们写作文，想进行文学创作，它有着自己的技巧，但同时我们也不能拒绝偶然性带来的惊奇。谢谢大家。好的，同学们，最后给你们留下一个问题，找出你比较满意的照片，想一想这张照片是如何说出你的故事的。相机如果不是诗人脑袋上的一只眼睛，其中的胶卷就没用。